3秒钟回复了。Siapa cepat dia dapat了。我们的客户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了。年轻人要创业太冲动了，直接跳下去，他们想的 idea 其实没有市场需求的。这个定位真的是很重要的。When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nothing。特定的产品，所谓的引流产品，过后我们必须要有个锁客产品长远给我们购买。我们再设计第3个产品，叫做盈利产品。如果一个品牌人家看了7次，他就会记住你了。当有一天他买的时候，脑海里面跑出来的就是这个 brand 了。以终为始，非常重要啊，mentor是很重要的，他可以看得到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在公司做的每一个决定啊，都要是可以 trackable 的，不要去做那些 create market demand 的事情，这个就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如果你的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本期节目由 Princess 赞助播出。Princess 是专注于企业商品和制服印刷的暂时供应商，不管是 T-shirt、杯子、环保袋还是活动赠品。Princess 都能帮你印上专属的 logo， 帮助你提升企业形象，轻松拓展新客户，留住老客户。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有点特别哦。Vincent 和 Henry， 你能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Vincent， 我是 Henry，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我们相差5分钟而已啊！我是弟弟，他是哥哥。那我们 Princess 是一家一站式的这个企业礼品还有服装的供应商。我们主要是提供那些T-shirt printing 啊、bag、环保袋这些等等，帮助中小企业去创立他们的这个品牌，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客户。那我本身在公司呢是负责这个 BBMS B 呢，第一个 B 就是这个 branding 就是代表公司出去把我们的 vision mission 发扬光大。那第二个 B 就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跟外面的一些商业partner 去对接。那 M 呢就是 marketing 就是负责打广告还有这个一个就是 S sales， 就是带领我们的这个 sales 团队去外面接单，提高那个成交率。那我在公司是负责科技的啦，就像公司的网站公司内部的那些 customize ERP 还有跟那种第三方连接的这些都是我负责了然后我也是有去找出那些外面的 SaaS 可以帮助我们员工提高他们的效率的这些都是我负责的东西双胞胎真的是很少有这个组合，我们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采访到，所以Vincent 我想跟你了解一下 Princess 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呢？ Princess 是2015年10月10号创办的，所以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今年的10月10号就是我们的10 years anniversary 了。10年了。这样 Vincent 现在的整体的规模大概是怎样？目前我们的这个 annual revenue 呢有8位数，净利润呢有达到7位数。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规模是80个人，也打算在未来的这个1年里面扩充到150个人主要是增加一些这个业务人员BD， 还有就是这个 production 的这个专才。你是当初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个赛道呢？在这个之前你们有尝试过其他的不同的项目吗？以前我们一开始不是 focus 这个 B to B 的业务了，我们一开始是在拉曼学院那边设立了一间小小的礼品店，那时候叫 Heartbeat 心跳，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顾客买了我们的这个礼物，当作是生日礼物anniversary 的礼物，他们送给人，收礼者会觉得很心动因为这个礼物比如说一个杯子有印上他的照片那些文字。不过就慢慢的发现到B to C 的这一个市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所以过后我们就慢慢的边做边摸索，才逼问到现在的这个 B to B 的赛道有一份报告来自 UITM 他说在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创业有 60% 在5年内会倒闭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数据，就是说1万间公司创业在5年里面有6000间会倒闭，而他们倒闭的这主要原因我相信是因为他们不懂怎样去创立品牌，不懂怎样去获取新客户跟留住旧客户，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赛道，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 product 我们的 service 去帮助他们建立这个公司的品牌，让他们更容易的获取新客户留住旧客户。Vincent 其实我有读到你们很早期就拿到那个 Creator Funds， 大概那个时候是500千。对，500千呢。500千。但Henry那个时候你们还有去了一趟 Silicon Valley。对。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当时的经验是怎样的吗？那时是拿到那个 CIP 500，它是500千的那个commercialization 的这个 grant
我们记得我们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啊，然后就安排我们去面试啊。第一次我们是失败的，因为他是刚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 ready。然后过后1年过后啊，我们再去pitching 多一次，第2次我们才成功。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诶，怎么我们第一次会失败啊？他就说有3个东西要做到咯，就是有3个题了。第一个题就是那个 team 咯，就说我们的团队啊要有足够的要有对的人了。然后第2个题就是我们的那个业务要一些 technology 了，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在我们网站放一些 technology 的东西下去，加上让人家可以上载的照片，可以客制化它的那个礼品了。第3个题就是一个那个 traction 咯，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还是新嘛，还没有那个 traction， 所以我们第2年就有一些数据啊，一些营业额啊，然后可以看到每一个月的增长，有那个 traction。然后第2年我们再去尝试，然后第2年我们就成功拿到这个 Creator 的这个500千的 grant 了。除了 Creator 之外呢，我们也是有那时也是有参加 Magic 的 Magic Accelerator Program， 我们是第1届的那些 participant 了。过后 Magic 也是有赞助我们去美国硅谷 Silicon Valley 2个礼拜，在美国 Top 10的应该是 Top 5的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在里面10天的那个学习这个学校也是有种 Facebook Google 的那些创办人也是在那边毕业的然后这个是MDEC， 然后 MDEC 过后我们也是有参加，然后他也是有赞助我们去中国阿里巴巴杭州，那个也是10天的这个学习对，然后我们在这个美国跟中国这边学习，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在马来西亚没有看到的啦。就好像说那边的文化是比较接受那种比较有失败过的那种新创但是在马来西亚有时看到失败的就一直去讲它，但是美国那边西方他们是比较鼓励的而且他们也是可以接受那些失败的加入他们的团队这个确实是很少有的经验，因为很多创业者他们可能去参加一些比赛，一些 pitching， 可能拿了一个fan，好像你们去到 Silicon Valley 或者是刚才提到去阿里巴巴那边去学习，是一种很少有人有这样子的机会的一种体验的。Creator 现在也是有这个 Creator Spark 的这个150,000的这个 grant 就是给那些有 idea 的那些创业家，还有这个 Creator 的 Spring 的这个 up to 600,000的这个奖学金所以如果你有 idea 或者你的生意已经成熟了，可以去在 Creator 网站看一看，可能你也是可以拿到这个 grant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去尝试对。但其实 Henry 刚才你提到你们拿那个 Creator Fund 500千过，其实我很好奇，接下来第1年的成绩其实是怎样的？因为这个 fund 是给 commercialization 的 purpose， 就是说不是让你来开发你的网站的，所以它是让你来将这个 fund 可以赚更多的钱的所以在第1年那时我们给 Creator 的这个目标也是set在大概在 1.4 到 1.5 个 million 这样然后它是分3个 milestone 然后我们记得我们在第2个 milestone 已经完成3个 milestone 的那个成绩了。那时我们是用这笔钱去请人，然后做 marketing，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这个 branding 了所以那时的营业额也是有了这个fund过后就有增长这样，没事，我们回到刚才你提到一个部分是在于那个 B2B 那边，所以你们是在 B2B 的时候是怎样去定你们市场定位那个部分？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 focus 这个 B2C 但是很快的我们就发现它这条路不容易走，因为主要是它的那个市场很小虽然说大家讲送礼，每个人都需要送礼它市场应该很大，但是其实它市场很小，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赛道是切入个性化礼品送给那些individual as a birthday gift then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慢慢摸索就发现到这个 B2C 它的那个获客成本是很高了。比如说你在 Google 打广告，你在 Facebook 打广告，你可能获客是一个人要50块，但是它的那个 AOV Average Order Value 它可能买一粒杯25块，你花50块打广告，他才买25块的一粒杯所以还有第3个是最致命的就是那个 retention rate 就比如说今年他要送一个礼物给他女朋友，他就买了一个抱枕，有印他的情侣照的照片在上面，但是明年他可能就是买 chocolate 买花请看戏吃好料等等，所以他的这一个货来的客要去 retain 他们去保留他们 second order
它 retention rate 是很低的。所以在偶然的之下，我们就开始慢慢接触到 B to B 的业务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个 order， 它是订300粒杯，是在 KL 的一个出名的这个 sport car 的这个公司，他就订了300粒杯。年过后那时候我就跟我阿姨住在两湾，我就送货过去了。所以我送货过去这有个小插曲啦，就是那一个工作人员他就看到我，为什么你没有穿 uniform 呢？你是 Postaju 的还是 Skynet 的？他其实不知道，原来我是老板来的不过在那一个机会呢，我们接触到 B to B 的业务，慢慢看到 B to B 的这个市场比较容易做，因为它的 AOV 高，300粒杯可能就是一个2000多块的 order。Then 它不需要交易市场，是搞创业的做品牌的，他们一定需要我们的产品比如说衣服印 logo 或者是搞 event 他们需要环保袋，他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教育。但如果说我们做 B to C， 你要送一个杯子给你的另一半，是成为一个生日礼物，你要写很多文案我送你一杯子，爱你一辈子，你要想很多这些去教育他们，不要去买其他礼物，要买我们个性化礼物，它需要很多教育。那 B to B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除了 AOV average order value 高，它的这一个 retention 也比较长。就比如说一家公司，他跟我们订了可能100件衣服，他的那个 logo AI 发都已经在我们这边了，他下次再用同样 logo 再订杯子订这环保袋订所有其他的这些 gift 他都会找回我们，因为之前我们已经 serve 他一次了，颜色也对，那 service 也 OK， 所以他 retention 可能1年就可以订3-4次 ，compared to B to C 可能就久订一次这样，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边做边摸索，能够也修改，才摸索到今天找到了这一个 B to B 的这个赛道，是觉得最容易做的。所以我们一pivot了过后，才慢慢看到 sales 有蛮快速的增长了，就开始可以 scale 起来了对，你确实讲到这一点，因为很多人他在创业的时候，他没有去 consider 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 AOV， 就是它的 average 的那个 order value。所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打广告，其实就越来越贵了嘛。如果那个 cut 的 value 或者是它的一个 lifetime 的 span 是不能持续的话，你要一直重新去获取那个客户，这个就其实是赚不到钱的，就其实是亏钱的。可是我刚才比如说你提到了，当你们转去 B to B 那个 business 开始 scale 起来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上也是有其他的礼品的平台在做这一块了。那么你觉得你们 Princess compared to 其他的平台来说，你们的最大的那个差异点是在哪里呢？对市场上真的是很多这些 players 我们会比他们好一点点的原因是我们的价钱呢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批发商，我们跟中国进那个货了，然后我们有批发那些空的好像空的杯子空的那种product 给本地的其他的binder，所以我们价钱是比较有优势的。本地有一些那些 players 其实他们是 agent 来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工厂的，所以他们是拿到 order 再 pass 给那些有工厂的，好像我们去打印，所以他们价钱是比较高了这个是其中一个优势是这个价钱呢。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我们的网站也是在有高达1000种产品然后我们也是会陆续的增加更多的产品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 list 有很多产品我们要加进去了的但是我们不能一次过放到完因为当你加一个产品你需要跟你的 sales 说要放什么价钱跟你的 production 说是怎么去产生这个产品然后跟你的store 那边说这个产品的货要放在哪里它是有一个 SOP 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慢慢的一个产品一个产品会加进去，然后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有很多选项咯那我们的也是想要做到一站式，以后要印东西就找我们，可以找到他需要的产品第三个优势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集单因为我们公司是在巴生，所以因为大多数客户都是在雪隆所以我们从巴生安排一个拉拉木寄给他们都是很快的，就算客户在槟城还是柔佛我们也是可以把那些他的东西寄去那个 bus stand， 然后坐 bus
送去那个饼链或者酒后，一天就可以到达客户的手上了这个价钱啊，这个可以产品的选项啊，然后做鸡单啊，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啊。这个鸡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很多在B2B 其实他们做的那个 decision 有时候拖到很 last minute 的，能够 deliver 到就代表那个 SOP 其实是很 ready 才能去做。刚才你提到一天能够做到，其实是很 impressive。对，就是看客户的那个，也是要看他的数量如果是那种500粒杯那些，我们可以在1天2天就可以做给他了如果他要的是1万个，这样一天就比较挑战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 order 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问他是不是能分批的寄给他可能是2000个寄给他先，他用这先，然后再剩下的再过后再寄给他。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做鸡单因为现在的这拼速度嘛，其实我们回复客户的这速度也是蛮快的因为我们的公司有使用这个chatbot， 还有一些 AI就是说顾客当他们想要订购，比如说100件衣服，他只要来到我们 website submit enquiry， 他在3秒里面就可以拿到他的那个价格，然后他就可以 present 给他的 superior 看 O 不 OK 所以如果说他通过 online 找到我们，我相信他可以在 online 找到其他商家，所以这个时候就看谁的这个服务比较快咯， siapa cepat dia dapat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 reply 速度，因为使用 chatbot 是可以做到3秒钟回复所以这个也为我们提高了很多closing rate 我先回到 Henry 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在市场上也是有很多 players 在做这礼品 B2B 这一块那么你认为你们是怎样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杀出一条血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就是我们这个营销了我们是属于比较大胆的去打 marketing 的那我们每个月都有大概有6位数的 marketing 去打广告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乱打的啦，因为我们的底气我们的这个胆量是因为我们在打广告这边我们有去每个环节我们都有去衡量好像在一个 sales funnel 这边我们打广告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们广告，然后多少人去点那个广告，然后点了广告他就会来到我们的网站，然后来到我们的网站，然后多少人会去submit 那个 enquiry， 然后 submit 过后他跟我们对话的那个message 有多少，然后他有跟我们购买，然后购买过后还有重复购买，然后这些 sales funnel 这边我们都去keep track 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打更多的广告，然后它的那个只要那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healthy的我们就可以再打更多广告，然后更多的 lead 我们就请更多的人去回复我们的那些客户Henry 你的意思是不是讲说只要那个 campaign 是 profitable 能赚钱，然后抓到了那个东西就可以去 scale 它了对，这个意思。因为其实我们有了一个 product 已经 validated 了，要把它推出市场，它有很多个方式嘛，很多个 channels， 所以只要发现到一些 channels 它是可以销到巨大数的，就是可以很容易很快或者很低的成本可以 reach 到我们 customer，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个 channel 去 all in 所以目前这个 online marketing 是我们主要的这个customer acquisition 的 channel， 所以现在每个月都有花个6位数所以我们也不停的在找这更多的这个 online 广告。那我再补充刚才那广告只是说把流量带来你的网站，然后我们也是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个 CRO 啦，就是这个 conversion rate optimization， 就是说这个客户他来到我们网站我们要让他转换成他有成交他有 submit 那个 enquiry， 这边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了，加上我们的那个 landing page 那个页面我们会做到有 video， 然后有照片，然后有FAQ 去回答他一些运输一些如何付款的那些问题然后那个网站的速度也是 load 得很快，因为现在人没有耐心所以他来到网站他就很快的就 load 出来了，然后这样他就会提高那个成交率像我们聊到成长这个部分，前面的时候就提到就是在你们的业绩目前已经去到8位数对吗？这样，因为我就想了解一下，想问你，其实你怎样去看呢？如果说100万的业绩的公司和1000万业绩的公司，其实呢，你觉得它最关键的差距是什么呢？我们算是有经历过这个100万的过程跟这个1000万的过程
我觉得100万跟1000万的那个其中一个差距是这个团队因为100万的时候你可能只是10个人以下或者10多个人，他就可以做到100万了。但是1000万的业绩1000万以上的可能是要几十个人或者接近100个人，所以那个团队的规模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司的那些部门它的那些 job description 都要很清晰所以谁是做什么的，然后谁是哪个部门底下的，这些都要分得很清楚了。第二个我觉得是那个渠道了因为你100万的渠道100万营业额的渠道可能是来自线上，但是当你业绩要越来越多可能靠线上的那个的渠道是不足够的，可能你还需要一些线下的渠道来找到更多的客户好像我们是一向来都是注重那个线上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是有注重线下的，就是说跟其他的那些公司配合他们有一些线下的 event 是跟 business 有关系的我们也是去 sponsor 他们，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个客户了。第三个的那个差别，我觉得是公司的系统当100万的时候很多东西可能是还开 manual update 的，但是去到1000万的时候这些manual 的东西就要减少了，要将它 automate 了就好像可能在100万的时候，公司每次问这个产品这个月卖多少我们的 top 10的产品是什么每个月都在问，但是我们就做了一个报表给他了每个月你哪一个产品是最好卖的 top 10是什么，你自己随时随地自己去看这个是有了那个系统，在1000万的时候就要更加注重那个系统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公司的 SOP 了，100万以下可能有些东西也是很乱的，没有 SOP 的，但是当你公司越做越大，就要有一些 SOP 设定下来，然后每个人知道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做什么东西遇到这种客户的回答你要做些什么东西，这些都要设定下来了。Henry 刚才你提到那个第二个部分的渠道，其实很多我们的来宾他们也是分享一样的东西，就是当他的东西在一个部分可以 work 的时候，就是比如他在那些说他是在 IG 可以 work， 或者他在 TikTok 可以 work， 都其实他就把同样的东西去裂变去不同的渠道，然后已经饱和了，他又裂变去线下或者是裂变去不同的，比如然后进入 Watson 不同的公司，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整个东西就可以 grow 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多创业者他们可以去参考这个方式，在渠道的去裂变，去进入更多渠道，这整个 revenue 才可以继续持续的扩张下去对然后我们找渠道的方法就是看我们的客户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了加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客户是 B2B 嘛那种线下的 business event 都是聚集了那种 B2B 的 decision maker， 那我们就去赞助那些 event 咯。我们也知道我们客户是在大学里面有很多 club 他们需要制服，他们有用活动他们也是我们客户，所以大学有时要求我们做 sponsor， 我们也去 sponsor 他们了就是客户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而这样其实除了你们自己创业，我有看到你们也是有担任那个 My Startup 的导师这个政府机构嘛，对吧？My Startup。这样你们在担任这一个 My Startup 的导师期间你们接触了很多的创业者，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讲说你们对一些创业的一些观察和一些建议，好吗？可以。但其实 Henry， 你们会鼓励年轻人去创业吗？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看怎样的年轻人呢如果这个年轻人是有一技之长，他懂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他也不怕失败，他有耐心他也愿意去付出的这种年轻人我是建议他去创业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做工只是打发时间过时间，然后人家讲他几句他就沮丧，然后他也不大想要冒险，这种年轻人就不大鼓励去创业了，可能打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艾丽，你提到一个，现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不想打工而去创业，就你怎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呢？不想打工去创业，其实我的建议是打工几年才去创业，因为打工这个是增加你创业成功的一个几率了因为你在打工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赚到一些钱，你可以筹到一些钱，你可以赚到一些经验，
你可以认识到更多人，更加有多人脉。但当有一天呢，你去创业的时候啊，那个成功率会比较高了然后我也是建议那些想要创业的人呢，想要的打工人呢，他们在打工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是老板的那个思维去打工就说他看到他的公司有什么不满的话，他可以敢敢的讲出来，跟他老板讲出来，所以那老板会觉得，诶，这个年轻人好像不错就是要有那种想法，不要这种得过且过，随时想要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然后也是我有句话说是，他能干他就多干，他多干他就会能干就是要有这种思维以后他去创业的话，我相信他的成功率会很高。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听众他们会想，这样其实我没有一个很强大的背景，我可能去北京拿不到饭，或者说我没有很大的资金，所以可能他去打工，他存了一笔钱。Let's say 一个年轻人手头上他有5000块、1万块的这个启动资金他想要去开始一个项目，这样你会怎样去给他一些建议呢？比如他可以先做些什么？我觉得如果他有5000块或者10,000块想要去创业其实这笔资金也不算很多，所以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市场调查。就比如说他要找出到底哪一类的客户群，他们遇到什么痛点，而他们愿意为这个 solution 买单的其实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 Google 的 Keyword Planner， 它是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精准的找到底每个月 potential customer 在 Google 是打什么关键字的，去找到他们的 product and service。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工具就可以找到原来这一个 product and service 是很多人找的如果很多人找就代表它有市场咯。那如果说很少人找的话，就代表可能这个市场不大，如果我们跳进去的话，可能也发展不到什么大的那个企业。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通过这个 Google Keyword Planner 去做一些简单的市场调查。那有了这个市场调查过后，如果他们发现到是有需求的，他们必须要用很小的这个资金去验证到底这个 idea work 不 work就比如说可以使用可能 WhatsApp 跟客户接单接 order， 或者是通过一个 Facebook 或者小红书做一个简单的页面去接一些 sales 回来或者是通过 Google 广告去验证到底有没有顾客因为点击了愿意买单所以在这里我就 share 一个 example 啦。以前我们有做一个生意叫做 photo booth rental service 就是人家结婚的时候我们去那边 set up 一个 photo booth 直接去那边拍照，然后拿那个 props 拍照，然后就直接把那个照片洗出来。所以那时我就发现到新加坡有这样的 service 但马来西亚不多人做，所以我就在 Google Keyword 把这个 Google Keyword Planner 我就去 search photo booth rental， 然后 surprisingly 看到是很多人在找这样的 service， 但是市场很少人在做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还没有去开公司啦，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blog post 就讲 about 这个 photo booth rental， 然后有兴趣就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了因为我叫 Vincent 嘛，所以那个电话号码我就放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this number let's say 我放Jackie。 所以过后 surprisingly 在10天里面我就收到大概有10多个 enquiry。 Jackie I would like to inquire about your photo booth rental。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我打Google广告把他们带进来这个 blog post， 然过后他们有兴趣打电话跟我联络，就发现到真的是有需求的不过那个时候我 camera equipment 全部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复他们说sorry that day we fully booked already 就这样告诉他们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已经 fully booked 了我通过这样呢，我们真的是可以验证到有需求，我们再去开一间公司去做这个生意不然的话贸然去开公司开很容易但是你要关很多 procedure 的。所以如果5000块10,000块不多，就先做市场调查，以最低的这个成本去验证了过后再去开始去做，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刚才你提到就说到点上了，就是在于验证，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会被自己局限着，他讲我资金不多，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But instead of 去 focus 把那一个资金啊，比如5000块啊、1万块、2万块也好，去研发产品，在你验证之前去研发产品哦，这样其实那个方向反而是错的。其实很多 creativity 好像Vincent 刚才提到的那个先放一个名字，先去打广告，有得到了那个需求，再去想办法。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了。嗯哼，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创业，太冲动了，直接跳下去。他们没有做好这些准备啊，他们可能就一开始就花了几百千去 build website， 所以过后走了一圈就创了一个寂寞，然后再发现到他们的需求，他们想的 idea 其实没有市场需求了，就很多时候是自己讲自己送所以就我觉得做好这个市场调查是很重要的。确实这一个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在于创业之前的一个准备啊。那么我们聊到准备的话，其实明生你认为在创业之前呢，有什么事情是一个想要创业的人他需要先去理清的吗？创业之前呢，他们必须好好去做他们的这个 STP 这个 STP S 就是 segmentation，T 就是 targeting，P 就是 positioning 这 segment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可以服务的这个客户群有哪一些 ？OK， 然后这个 targeting 呢，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客户群过后，我们就去 serve 他们。我们不要8岁的小孩子到88岁的阿嬷都要 serve 到完，因为现在很多创业他们都想要 serve 到完但是他们的这个资源有限他们 serve 到整个市场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很focus 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客户群去做好它。那第三个这个positioning 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选择了那个 target customer，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跟其他的这个 competitor 有哪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拿我们Princess 来做个例子刚开始我们是又 serve 这个 B2C， 过后又 serve 一些B2B， 过后我们才发现到哇这样的话B2C 难做 B2B 比较容易做，我们就舍弃了这个 B2C 的这业务，然后我们targeting就很精准，就 all in focus 在这个 B2B 了。那我们的 positioning 让我们觉得我们 Princess 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可能又交货期又快咯，价钱又优势咯，然后我们 quality 又 OK 咯，然后我们 response rate 也比较快，然后我们的这种 warranty guarantee 全部都是有到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到他们的一个跟其他 competitor 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再补充刚才Vincent提到那个 positioning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感同身受真的是很重要，这个定位因为我们之前是 B2C， 过后我们定位 B2B 然后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改掉，好像我们的网站的那个 banner， 网站的那个 menu 的排法，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 logo 的 tagline这个 tagline 以前是比较 B2C 的，现在是有 merchandise partner， 所以它是也是 B2B 的定位。所以当这个定位清晰你的 marketing 那些都会跟着这个方向去走，就会比较可以锁定你要的那个客户群尤其是在一开始，因为资源有限你不能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等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对，所以我有时候对那些初期的创业者说一句话 ：When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nothing。因为刚开始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talent。要全部 market support 到完真的是很难的，所以现实一点就是找对一个客户群，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去solve 他们一个痛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容易达到成功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看到市场上那些成功的例子讲他也是什么市场都做或者是他有这么多个公司这么多个部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一个定位切入点开始，那个切入点 hit 到了，接下来才慢慢去做其他的部分。这可能很多人他可能会 miss 掉这个东西，因为他在市场上看到他也是什么都做他也是什么都做，他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做，就可能是在后期才慢慢去扩展这个部分对就比如说好像很多人可能以 Grab 来做一个成功的案例学习的对象Grab 又做这个载人的服务，又送货，然后又 payment gateway， 什么都包到完了，好像是个 super app其实他们一开始只是 focus 在那个找 passenger 跟找 driver 的这个业务而已，所以因为他们够专注，他们才会走到今天这样成功
那么 Vincent 讲到这里了，你们在担任 My Startup 导师这几年以来，你们接触了很多的创业者嘛？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一些创业者他们的一些共同的盲点或者是一些误区吗？有的，其实很多我们 mentor 他们的时候啊，会发现到有一些他们犯过的错误哦，是我们以前都有犯过的。就比如说刚才有提到那个 STP 了啊，就是他们很小的这个规模 limited resources， 但是他们8岁到88岁都要target到完，要杀不到完，所以这个是很难聚焦的，很难 laser focus 的，所以这第一点哦。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既要又要，就是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啊。就比如说他们刚开始去 build 他们的 product 的时候，哇，有了 website， 再加买一个 app 哇，其实这个 app development fee 啊是不便宜的啊，所以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啊，你如果说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先做 website 先的，因为 website app 其实现在都可以做很多东西了，而且你不用去烦，哇，有这 mobile app， 你要去那个 compatibility， 你还要去烦那个 cost per installation， 人家 install 也未必有用，所以这个 app 的东西放一边了，你聚焦在 website 了。then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 investment 嘛，没有钱就小小做，小小慢慢的成长哦。但是他们一到一个 traction 啊，去 raise fund， 一有钱就出事了啊。他们一出事怎么说呢？就是通常 investor 他投资一家新创啊，他可能要求就3年到7年里面必须要 exit， 他要求你可能当初他投了100万，他在这个3到7年他要拿回300万到500万啊，或者有的更高。所以当然他不可能让你把他投入的钱啊放在银行睡觉赚利息嘛，所以他就会给你压力哦，就讲哎，你的钱放在银行睡觉没有用哎，你应该去把它 expand 到 marketing，expand 到所有这些请人，去快速的扩充，能够好让我可以写。但是就很多 startup 他们遇到这个就一个很就是 premature scaling 这 premature scaling 其实我们从2015年踏入这新创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了，就是他们的 product 还没有 ready， 还有很多 bug 啦，还是他们 UI UX 不好啊，他们就花钱打广告去拉流量，就成交率超低，又或者说他们流量来了，他们的 sales 来不及去 follow up 那些 inquiry 所以他们的 follow up 慢，sales 也跑掉了，漏网之鱼很多。那当他们可以成交那些 sales， 他们的 production 又不能扣所以 production 就赶不及出货慢被 complain， 又或者随便出货 quality 出问题又中 complain， 所以他们太过快速的要去成长因为要快速把这个资金花出去他们遇到这个 pre-scaling刚敢说有时候没钱没事有钱就出事所以有一句话我们 mentor 跟我们讲cash kills startups 如果说 start founder 他们对这个 validation 还不做好的情况之下，就贸然去花钱去 scale up 这个是很容易出事情的。当我们 mentor 他们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讲说，先不要花钱，先去做好你的 product market fit， 去 validate 到底你的 product 有没有人需要，到底你的 marketing channel 是不是最有效的，可以小到巨大数，花小钱可以找到很好的 lead 进来 sell 进来。到底你的这个 revenue model， 你的赚钱的这个 model 是持续的？到底你是要赚 subscription fee 还是赚 advertising fee 还是赚这 transaction fee？ 所以这些全部要去 validate 了，你才去花钱去 grow 一开始其实不是资金的问题往往在 validation， 你确那个模式是可以 work， 然后才把资金纳入进去对。所以如果说他们没有把这个 validation 做好，我脑海中就有个画面就是他们拿一大堆钞票这样到处拍或者就是拿一桶钱坐船出去倒进那大海咚一声就没有了。我觉得如果说新创有机会拿到 investment 或者是 VC 有的半面钱进来，是必须要为这笔钱负责任的让他们可以得到应该要的回报就不要在还没有 ready 的情况之下就把它烧完了。那么Vincent讲到这里，我想回到去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个 topic就是在于价格战。
那很多人他们在尤其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容易被卷入这个价格战，就是去拼价钱了。这样好像刚才你们提到其中一个部分是在于你们价钱比较低嘛，怎样去在不拼价钱的情况之下去让你的产品更有竞争力呢？其实价格低啊，它是不长远的啊，因为你丢到多低都好啦，都有人比你更低的。就比如说拿我们行业来说，有一些可能早期已经做这个 printing industry 的人，他的那一个机器啊已经是回本了，所以在他回本的情况之下啊，他没有 burden 了哦，所以他丢的价钱肯定比我们这些刚刚买机器的人低很多啊。或者说一些小小的这些公司刚刚进入这市场，没有这样多的OPEX， 没有这样多的这个CAPEX， 他们都可以丢价钱的，甚至有些不用报税的，所以他们都可以丢到很便宜的价钱，所以我们硬要跟他 fight 价钱的话，其实是很难 fight 的啊。所以如果说是要以价格战的话，我觉得必须要有策略了啊。就比如说，可能我们选特定的产品，它是所谓的引流产品啊，就是可能这个 cost price below cost price 我们卖给他，去引他过来。当然过后我们必须要有个锁客产品哦，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 margin 赚不是很多，可能20%，去锁住它，让它必须长远给我们购买。当它有了这个loyalty 过后呢，我们再设计第三个产品，叫做盈利产品。就是说，当有一个 trust 有一个 loyalty 在那边了，当我们推出一个比较高 margin 啊，但是他也觉得诶是 OK 的哦，reasonable 的价钱，他们也会去购买我们的这个盈利产品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赚到那个 profit 了。当然，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定位啊，不可以一直以低价格啊，我们必须也是要提供这个高 quality 高质量，还有这个 service 就好了。最后我觉得还是要注重回我们这个品牌的差异化啊，所以当我们去跟这个市场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通过一些活动啊，去把我们的这个 vision mission 讲出去。比如说在 online， 我们就通过这个广告去把我们的这个 vision， 就是我们是一站式的这个企业服装和商品供应商，我们mission 是想要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品牌啊。online 我们做很多 content 的这些marketing 的方式，包括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啊，我们 YouTube 啊 TikTok 啊，我们的 website 啊blog emails 等等，去 educate 他们为什么需要去定制这些商品来提高你的品牌。那如果在 offline 方面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不知道小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运动会的时候有个麦乐车在那边，就是过来谁要喝麦乐就去排队拿一杯免费的麦乐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朝着这个 idea， 就是所有 offline 的那些 business event， 只要 attendees 是business owners managerial levels 或者是 event organizers， 我们都很愿意的去赞助我们的商品他们的 event 需要我们的衣服lanyard 环保袋，我们都可以赞助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天罗地网线上线下的这个做法，告诉market 我们是可以陪着他们，尤其是创业者，去把他们的品牌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起来。通过我们的比如说衣服印 logo 传出去也是个品牌去帮助他们做得更好。那有一个数据是说，如果一个品牌人家看了7次，他就会记住你了。这个看了7次他可以是在一个线下的 event 看到你，他可以是在上网的时候刷一下 Facebook 突然看到你，或者在 TikTok 看到你，或者是在街边那个路牌看到你，或者在 email 那边他看到你，他只要看到你7次他就对你有印象深刻了。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不买，但是当有一天他买的时候他第一个脑海里面跑出来的可能就是这个 brand 了因为他已经在数次的都看到这个 brand， 这个 brand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品牌的一个方法了尽量提高那个曝光率，让人家可以看得到。你提的这一点很好，因为很多时候中小型企业他们会忽略掉品牌部分，应该觉得我需要做是先 focus on performance based 的那个 marketing 因为我们在看一些很大型的企业，比如
某个Coco 饮料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牌，他们每一年可能会 allocate 几十个 million， 只是要求 brand exposure， 而不是要 performance based。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当然很容易啦，就让植入明星嘛。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出发点已经是很好，就到处都看到你们，不同渠道看到你们，最有印象的是你们，因为毕竟在市场上我们要抢那个眼球啊，所以中小型企业可以去想一想，什么方式可以在不同地方都可以让人家看到它，因为长期下来，这个力量就建立起来啊，就在人里面的那个记忆点啊。对，top of mind。这样 Henry，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 concept， 一个思维叫做以终为始啊，一些很多创业书他们都会提到这种思维。这样在创业来说，你认为呢？这个思维以终为始重要吗？非常重要啊，以终为始因为我们创业我们要知道自己可以要走多远，我们的生意要做多大所以你要懂你的目标是在哪里，那你才可以做 reverse planning 让你可以做3年的 planning， 或者1年或者5年的都可以就像我们现在从 KL 去到槟城你都要知道 KL 去槟城大概有多少公里，你驾车需要多少个小时，然后在这个路途中有哪一个站可以休息，这些都要知道了所以只要你知道你的终点，你就可以做一个 reverse planning， 这样你就不会 lost focus， 然后你的方向那边你也是可以调的比较正确了就是说你的终点在那边，你的方向就调去那边你就不会 lost focus 就是那个 positioning 加上这个 focus 对，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要多少、多大、多久、多快这些都要知道。那么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们个人的啦。那么有些听众可能他们会很好奇那么你们是双胞胎吗？那其实你们的 MBTI 一样吗？虽然我们是双胞胎，但是我们的那个个性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是 ENTJ， 所以我是比较 extrovert 一点的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负责的是业务要对外对接这个也需要我这个个性就是比较外向一点，能够可以 presentable， 能够可以敢讲话。这个在我们公司我觉得有这个个性是帮助蛮大了就比如说好像我们公司我就是带兵打仗往前冲的我就变了一样东西，我就敢去冲。年过后有时候我需要一些数据分析因为我不是很数据型很细节型我就叫 Henry 去捞数据，能够提供我一些 data 去做support 了。有这一个敢冲，还好有 Henry等下 Henry 可以介绍他的人这个 MBTI， 就我觉得是一个互补了我敢冲，能够有数据支撑，这样我觉得就冲有路而不是乱撞墙虽然我们是双胞胎但是有时我们的意见都不一样了连我们老婆也是不一样然后我个人是比较 introvert 的，比较内向的，因为我是负责科技我对电脑的时间多过对人所以我通常都是会比较内向，但是内向也是有内向的好了，就是你可以比较分析那个数据就是说就是会有不一样的那个focus然后 Vincent 呢就去冲外面我就守在里面然后内应外合那么Vincent我就想要问你了你认为你们两个了最大的优势和闪光点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最大的优势是我的执行能力比较强能够我的这个方向感比较清晰对，比如说好像当我有一个 plan， 我想要做好它的话，我会很短的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 activity 去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方向感清晰呢，这个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看错方向了但是我们会很快的去把它纠正回来，让它 make sure 这个company 是 go into the right direction所以我觉得方向感要清晰，能够执行力要强，能够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检讨能力要很快就比如说我们每次有很多那种新的奇奇怪怪的 project， 当我们要做的时候，有时候现实跟理想是很大的差别的你想是成的但是你真的去做出来这么不一样的，
所以必须要通过很多检讨咯。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检讨能力、反省能力，才可以把事情做好了。就是我们去做的时候需要一个复盘的动作啦，去看一下为什么做错。其实这个部分复盘啊，那个文山你提到检讨能力，其实会去 polish 我们的判断能力。就做这个 decision 嘛，我们一定要复盘一下，因为这个 decision 带来的后果是对的吗？为什么对？为什么错？所以这个复盘其实会 polish 我们的 decision。所以讲到决策力了，这个 decision 来讲，其实文山我就很好奇了你们在创业这么久以来了，你认为你做过最关键或者影响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果断的把我们的 business 从 B to C pivot 到 B to B， 这个就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影响我们公司现在的这发展因为有一句话说嘛，如果你的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如果说 B to C 它这个是属于小市场，很难经营，我们硬要在这里去生根这个成绩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去Penang，我们往南走的话啦，是会到吗？其实会到啦，回绕这地球一圈就会到了就是那个付出也很庆幸的，通过学习，通过跟mentor 交流，我们也在几年前纠正了这个从 B to C pivot 到 B to B all in， 才慢慢的看到那个业务有快速的增长我们换一个话题了另外一个让我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因为刚才前面提到嘛，我也知道你们参加了很多不同的商业比赛了，同时也得过了一些奖项。对你们来说这些比赛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在创业这10多年了，都参加了不少比赛，但是坦白讲，不是每个比赛都赢了但是每个比赛都有收获然后我们就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比赛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比赛他们都会安排那些有经验的人去分享，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了，然后也是可以认识到人因为这个人以后在我们创业的那个路途中也是有蛮大的帮助的因为你在那个比赛认识到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些比赛我们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曝光率因为人家看到这间公司在这个比赛这边看到他的公司然后就可能你的潜在的那些 investor 也是会看到或者可能你的一间公司他要跟你未来有 collaboration 的，他也是可以看得到你，所以他也是可以提高曝光率了。刚才我们有提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嘛，其实当我们要验证我们的 products 到底在这市场上有没有这个 demand参加这些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这些比赛过程都会安排有一些导师去针对我们的这 product service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canvas 全部做这些解剖，所以那些导师都会给我们一针见血的这些建议所以如果说方向不对的话，这些导师都会直接指出来，我们就可以去马上纠正了，避免少走弯路像比如说你提到这个比赛了，这样有哪一些创业比赛是你觉得一些刚开始的人他们可以去尝试的吗？创业在马来西亚是蛮多比赛下，比如说在中文圈呢就有这个圆梦工厂创业大赛所以他们每年都有举办我们也是之前有参加过我们是第一届的参赛者那除了这些比赛其实还有很多那种 accelerator program包括 My Startup 的这些 accelerator program， 通过4个月他也是会安排一个 mentor 去 guide 你，然后每个月跟你一些mentoring 的 section去帮助你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除了这 My Startup， 还有一些好像是Sunway，它也是有 Sunway Lab， 或者说是一些VC，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一个accelerator program除了这些比赛 accelerator program，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参加一个叫 NESIA Entrepreneur Program 说这一个每个月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学大概有10几20个人一起开会，把大家过去1个月遇到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每个人去分享去给那些 solution然后那个 coach 就在那边是做除了做 mentoring， 他也是做这些 coaching或者是有时候也会邀请一些speaker 来分享一些 topic，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帮助很多像刚才你们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你们一直以来都有 mentor 去帮助你们其实在你们看来 mentor 对你们来说有重要吗？
我觉得mentor 是很重要的因为 mentor 啊，他可以看得到你的看不到的东西然后像我们也是有自己的 mentor 啦，那我们有 join 这个 Vistage Group， 那我们也是有 join 这个 Nexia Group， 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跟我们的mentor 开会，然后也是会跟这个 group 的一般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一起开会然后这个 mentor 他会给我们那些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经验，然后有时他也是会带一些客户给人脉给我们，然后就好像打羽球这样你是需要一个教练，你的羽球才会打得好的因为有时你在深入这个打羽球里面，你不知道你哪里做得不够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外面看着你打，他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是mentor是很重要的。旁观者清，就是sometimes会有一些盲区，或者可能也是在认知上的一些还没有到达的那个 stage 所以别人就可以很容易轻易去看到。好像我举个例子以前我有打乒乓我握的方法错了，但是我打了几年所以进步的不够快。但是我以前有一个乒乓教练，他讲你的握法应该是要这样握法的，我改了过后，我觉得打得比较好了。就说mentor都跟你讲一句话，你应该要这样握，你的进步就看得到了这个是那个mentor的好处。这样瑞你提到这一句话这样有没有一句话或者是某个建议是你觉得对你们在创业路上帮助很大的吗？就是mentor给我们很多建议了也给我们问我们很多问题了。然后其中一个建议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你在公司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是可以 trackable 的然后 trackable 是要有一个 metric 的像你这个东西你改善了，你改善之前跟改善之后是快了多少分钟，或者它的%率是提高了多少%，这些都是要可以 track 的了如果你 track 不到的话，你就不能去 improve你不懂已经好了多少%了所以他讲每个东西都一定要 trackable 的。所以同样的，每次我叫我的员工去做一样东西我也是会问他们你这个东西你改了过后你有多少%比之前更快我都去问他们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一句话影响很大，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就比如说因为 Henry 是数据型我就是行动型嘛。每次我要做一样事情的时候是吗都会想很多方法去把它做成了有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任务很挑战，这大概现在有没有点高还是这个business plan 到底 work 不 work。 所以我觉得一个问题它可能有超过10个的答案当然也感谢现在的这 ChatGPT 只要我们去 prompt 一下的话很多那种 solution 就出来了，只是靠我们的智慧去判断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什么挑战就讲哎呦不能不会啦，或者说讲不知道，因为讲不知道是最容易的我们应该有个心态，就是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只要你想到那方法，你就可以做得到。那么假如今天你能够回到5年前或者10年前，去告诉当时的自己一个关于生意的认知这样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如果可以回到5年前，我会告诉我自己在早期的时候就要建立团队，然后也是要设立那个公司的系统早期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想要做 Superman但是结果做到 Super 累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团队就是我的to do list上面我可以直接去 delegate 给他的所以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到完，要一夜问一个打10个，但是现实在时间、在金钱、在人手方面是有限的，所以一个打10个变成10个打1个所以现在都是要建立团队，然后建立系统，然后到时公司才会 grow 得更快呢。那么Henry你提到时间和资源有限，像我看到你们现在是连续3年担任 My Startup 的导师，也经常去在公开场合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创业的一些知识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们愿意去花那宝贵的资源时间去跟大家分享呢？这个 My Startup 我们都担任了3年的 mentor 了对，每次他们叫我们问我们你们还要再做 mentor 吗？我们也是跟他讲 on因为这个动力是因为
My Startup 它跟 Creator 也是蛮有密切的关系啊。然后我们以前也是因为 Creator 我们才可以有今天的成绩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回馈给那个 Creator 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了，回馈给 Creator。然后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当 mentor 的时候啊，那个 mentee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东西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mentee 也是蛮厉害一下啊，可以跟他们学习，互相学习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他这些出去分享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抛头露面的一个动作了因为你要出去让人家知道你的公司的存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企业家抛头露面是很重要的你要出去有人看得到，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有一些东西可以 post 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生意了。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找工他们很会看他们的老板了如果他老板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然后也蛮有趣的感觉跟他一起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也是帮助到我们可以请员工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觉得可以为什么我们会答应做这个 My Startup 的 mentor 呢？除了我们是这个3年的 mentor 之外呢，我也是这3年的一个分享 Google Marketing 的这个 invited speaker对，就是我们用我们过百万的这个 Pay Ad 的这个经验，我们如何去用这个 SEO 找到精准的流量的这个经验，我们都会无私的跟这些Startup 的founder 分享，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学到的我们要分享出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成就感，一个满足感包括之前 Before MCO 我们也是有很多次被 Google Malaysia 邀请我们去KL 去槟城去格兰丹去沙巴还有一些州去跟他们当地的这个 SME 分享我们怎么样用 Google Marketing 从 offline to online 能够怎样找到精准的 customer。 那我印象深刻就是有时候去那种格兰丹沙巴我们必须要用马来文去讲解所以那时候就马来文讲到不是很顺不过当地的他们的回应都觉得我们这样过去真的是有提供一些很好的资讯给他们，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帮助到一些年轻的创业家我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那个是真的是很有满足感的。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在马来西亚创业圈这个 ecosystem，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把它茁壮起来的话，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就靠我们这些你们前辈出来跟大家去 share， 所以真的是非常 appreciate 你们的这个 contribution back to 这个 ecosystem， back to creator 也好，就让大家一起去学习，再回来分享。对。那么 Henry 有没有一本你觉得是对你帮助很大的书，你想要推荐给一些创业的年轻人呢？其实我很少读书的对，因为都很忙但是如果你要我推荐一本书，可能我会推荐是脸书了对，因为但是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在 Facebook 我们可以 join 一些 Facebook 的 group， 它是可以关于 entrepreneur 关于 SME 关于那种startup 的，因为你 join 这些 group， 你们也是很多人会问问题的，有时候你在那些 group 的 comment 那边你也是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在 Facebook 那边你也是可以看得到人家怎么去为他的品牌说故事这个也是可以学习到东西然后因为 Facebook 也是常常会出现广告嘛你看人家怎么去打广告，怎么去写文案，这样以后你对你的公司你也是要出广告也是有帮助因为我这里再推荐另外一本书叫做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它也是有那种 algorithm 比如说你去 follow 这个后起之秀的这个频道，接下来就有很多这些类似的这些对你有帮助就是创业管理或者是一些skill它全部都会跳出来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去不断的跟这些要 follow 那些 group 最重要，能够要去不断的去学习，能够最重要是要做记录因为有时候小红书看完就过了，你没有进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错的这种资讯一定要用笔记做记录，做下来了过后能够再行动再实践它，这样的话你才会学以致用
而不是只是想看哦学到东西哦，过后关掉忘记了必须看了做记录，然后再实践，这样的话整个学习过程才会真正有那个帮助啊。然后再补充一点啦，刚才那个 Facebook 啊，我们也是可以 follow 那些专家了他可能是经济学家，可能是那些时事的，他们的一些分享他们都时不时会 post 一个 article 在他们的Facebook， 然后我们去 follow 他们，我们就可以读到他的文章了所以有时候老婆看我好像在玩电话，其实我是在读书的。所以只要心中有书，哪里都有书。然后同一个工具在不同人手上，看你怎样去使用了。你关注在那里，你获得就在那里。从你们的观察来看呢，在马来西亚的大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市场的机会，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少人去关注到的一些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呢？这些还没被满足的需求，好像或者说这些是商机我觉得它现在的商机未必是一样东西，它是不存在的其实商机它可以是一个存在的东西，但是你觉得你做的比人更好、更快，然后更省钱就好像举个例子像以前 Grab 做 Grab 的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那 Grab 的 business model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他还是觉得他比别的player 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去改良他的那个生意模式所以现在的商机未必是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去想出来，而是可以从你身边所接触到，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这样做的呢，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它就是一个商机了然后你去把它找出问 solution， 这样就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生意如果说要找这个商机，其实也可以用回刚才我提到那个 Google Keyword Planner，因为通过这个 Keyword Planner， 我们可以找到每个月到底有多少人找这 certain keyword 去找那个 product and service 那举例，比如说今天我可以去找how to train turtle to run faster， 怎样训练那个乌龟跑快一点。如果真的是通过这个 Keyword Planner 看到哇，每个月有2000个人在找这里，但市场上没有人教那个乌龟跑快一点的这个课程这样可能这个就是商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Keyword Planner 去输入不一样的那种product and service， 然后我们再看到有 search volume，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Google 看看那个 service provider 多不多，如果不多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golden opportunity 多人找少人做，就是适合进场的这个时间了。做好 research 看到有没有一些 gap 嘛。而且还是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好，就是在于很多人会认为一直没有机会，或者是你们做的东西都不是原创有些人会这样讲，他在关注那个原创那个词而不是在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他在某一方面可能他不够快，或者不够简单，或者是有些东西还没有 cover 到，从那里面去延伸出来你想要去 address 的那个 market，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机。那如果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发现到一些商机我觉得因为我们 startup 资源有限嘛，我们不要去做那些 create market demand 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根本都没有人要你就 create 了一个 market demand， 连过去 educate market 去买你的这个 product and service。 这 create market demand 是那种大财团做的事情，它需要很多资金砸下去改变那个消费习惯才可能最后有人去买单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就资源有限，可能我们就去找一些 existing 的这个 demand， 我们想办法怎样用更便宜、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去 fulfill 它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成功的 percentage 会比较高一点。这个很好，资源有限，不要尝试去 educate market。对，那么我们回到 Princess 这一块了，你们可以聊一聊，讲说 Princess 接下来这3年，你们有一些怎样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一些发展计划吗？在 Princess 未来3年，我们就注重在这个6样事情就是人、机、场、料、营销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去聘请 manager 的人才，去 strengthen 我们的 mid management包括去挖掘一些 talents 去加入我们然过后机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做更多的这个 product 去 fulfill 这 market 的 demand 所以我们也是有 invest 超过100万的这个印刷机器，然过去熟练它来满足这市场的需求。
那场呢就是那个场地咯。说在今年我们也是刚刚 invest 了2间工厂啊，去做我们的 business expansion 当然这个厂的就不只是放机器，也是要放人啊，因为现在我们有80个人，我们要可以做到150个人的这个场地，所以必须就是要expand 我们的场地咯。人机场料就是你有了这些机器，你就要囤很多料当然这些料呢，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外国进口的，有一些是我们可以跟本地的供应商配合的，就是我们用 just in time 的这个purchase 就是没有货了，我们再给他订，1天2天到货所以这个料也是不断的去开发连第5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营销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online marketing包括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花超过6位数的这个 pay ads， 连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去找到底还有什么 online 广告是可以去 spend 的，而且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率的所以这是营销，年过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branding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都是在营销部分连到最后这个销呢就是销售了，有了这些 marketing branding 的这个找到的 lead 进来了过后，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 conversion rate optimization 就确保说我们怎样有效的可以去成交这些进来的 leads 连不止成交他们，我们也希望让他们很满意，让他们去转介绍给更多的客户，或者说他们的这个 lifetime 会比较长，他们的重复购买率比较高一点。所以这3年就是这个人机场料营销只要我们 focus 在这个6个方面，这样我们相信我们这3年会到另外一个 milestone Vincent 你刚才提到这3年计划里面，你们一直在 reinvest 在这个 research 里面所以你们到目前已经走了10年了嘛？你方便透露一下上一个 financial year 到今年的 growth rate 大概会是怎样吗？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的 growth rate 来比较我们的增长率是在 33% 对 33%， 年过后今年的这个growth rate 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我们的这个customer acquisition channel， 就是通过这个 online pay ads 只要我们再增加一下我们的广告费，就带来更多的 leads， 我们就请足够的人去 follow up 成交了，我们就有更多的 profit， 就可以买机器，请更多的人，过后再去打更多的广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flywheel 只要让它越转越快的话，我们的这个增长率会越来越快。非常好，非常好。在这里我想要去带出一个 question， 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年轻的 guest 创业者他们想要问你们的一个 question 所以创业走到现在了其实你们一定克服了很多不同的困难的关嘛，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信念让你们坚持去走到这么远呢？让我们可以觉得走得更远的话，这个我相信是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到那些SME 或者 business owners因为真的是有很多他们很冲动创业了，就在5年内就失败了，这个 percent 高达 60%，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去 sustain 他的 business， 去让他们找到更多客户，让他们留住更多的旧客户，能够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年过后Malaysia 的 economy 也会 boom 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使命感会比我们赚到钱更重一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坚持走到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那么如果今天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他听了这个 episode， 他也想要好像你这样子做到这样的成绩，如果今天他来找你你会给他怎样一个建议呢？如果今天这个20岁的小伙子来找我我会跟他讲说安哥以前像你20岁的时候刚刚想要出来创业是没有钱的，但是安哥有的是很多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我的时间去做大量的学习了当然这些学习就可以来自书本来自后起之秀来自一些同学或者是去上一些课程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去不断的去强化我们的这些 skill当我们有这些 skill 的话呢，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我就相信就是你 learn more 你就会 earn more所以你会开始就有赚到一点钱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还是用你的时间去做工或者是创业去赚钱的哦。所以你可能也赚了一笔小钱，但是你的时间就慢慢的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把赚到的钱去请人去 duplicate 我们的 success 去 multiply 去加快那个成长的速度就会有时间跟赚到更多的钱。那有了更多的时间过后我们可能就可以再着重在 business strategy 去brainstorming 我们公司3年、5年、7年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因为这些身为老板是必须静下来去好好的思考的当然那些execution 的东西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员工去打理所以没有钱有时间去学习，学习赚到钱过后再把它请人去扩充加速成长，年过就最后变成有钱有时间。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没有钱又没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检讨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多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播客还是打游戏还是每次参朋友去妈妈雷巴但是就是没有为自己带来任何的成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成功，就必须要选择牺牲可能牺牲打机的时间去雷巴的时间好好的善用这些时间去做学习。就回到刚才那个没有钱但是有时间，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学习，年过后增长，年过后就慢慢的用你所学会的东西去赚钱这样慢慢的去循环，才可以走到成功的一天。非常好，Vincent，我再补充一点，学习、成长、赚到钱，回来分享对，让后辈再学习，再去循环。对。OK， 最后了，Vincent Henry，所以对于一些正在收听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选择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可能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做着可能事业上或者是在生意上职场上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了。那么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创业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打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没有说创业就比较atas或者是比较高大上，我们都必须选择到底哪一条路是适合我们的所以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创业或者打工，我们都必须永远保持着敢学、敢问跟敢改敢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敢去学习那种新事物就是有很多东西不要这个我不会的，我不要学不敢学等下做错怎么办？不要怕，就敢去学，如果不会你就去问人我好像以前我 SPM 我的必须account 是8分的那时候我记得我教我们这个科目的是我的姑姑她看到我考8分了，然后吐血了。但是出道来创业，你一定要会看account所以今天我至少 cash flow 那个profit and loss balance sheet 至少会看以前不会的那考试的时候就乱写的，然后根基本不但如意，根本都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出来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当然不懂你就要敢问那很多人他们现在很怕跟人家沟通尤其是 MCO 的时候，可能把人家绑在家里所以他们不敢跟人家讲话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敢去问 ，online 也可以问人offline 也可以问人，或者你买书，你也是可以去那边学习到所以要去敢的去问不要不懂装懂，年过后似懂非懂这样，连会一点点就好像很厉害这样不要，就是要敢去问。那第3个就是敢改就是当然我们学了，我们问了，我们要去做嘛，但有时候做也不一定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复盘，不断的这个检讨了就比如说如果说1年我们才检讨1次，这样我们只有1次进步的机会咯。那如果说1年12次，每个月都检讨，我们12次进步的机会，每个礼拜就52次的机会，每一天都检讨1次，就365次进步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敢改是很重要的，不要说因为爱面子去明明是错的还坚持到底当我们知道错的我们检讨了过后就觉得马上把它改正
好坏习惯改正它，把不对的方式全部改正它，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快走到成功的一天的。最后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很厉害啊才去开始啊，我们必须开始了去做，走出那第一步，才可以慢慢的变得很厉害。